要处理收纳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准备一把卷尺，因为我们一定要把尺寸量得非常的清楚。那在量冰箱尺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不要看着厂商的规格想说我的冰箱长宽高就是这样，是因为我们量尺寸是要量内不量外。你想想看，冰箱打开之后，这里会有深度，然后它的里面呢宽度可能会跟外面的有点差距，所以我们要量的其实是这里面的尺寸。所以呢，比如说宽度是这样。然后层板的深度，然后以及层板的高度。那关于高度的部分呢，大家也可以注意到的是，有的冰箱内部其实是可以调层板高度的，所以不要想说买来以后就永远固定它，你是可以搭配着你里面要收纳的东西去调整每一个层板的。好，那再来呢，刚刚有讲到。挑收纳用品最重要的是深度，因为如果深度不合的话，其他通通都不合了，所以这点一定要小心哦。在了解我们冰箱内部的各种尺寸之后呢，我挑了刚刚好的各种收纳盒以及篮子。那我会先在冰箱净空之后呢，先把盒子跟篮子放进去，确认说尺寸是刚刚好的，我再拿出来为食材做分类。这样子呢，也不用冰箱一直开着，把东西摆进去会太浪费电。那上层也是一样，我找了刚刚好尺寸的，都可以放在这边，然后确定摆得刚刚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收纳了。大家家里的冰箱是不是有像这样子一个冷藏的大抽屉呢？那这边大家可能会很困扰的是，食材一包一包堆进去之后，就会层层堆叠，就会不好拿取。那其实呢，我们家家户户应该都会有收集一些纸袋，大家可以找大小合适的，然后就当做里面的分隔。像我刚刚就找到了这个宽度。都还不错的。那还有另外一种是这种专门装蛋糕的纸袋，平常外出可能不好拿，其实用在这里就会非常的方便。这样。当这些纸袋呢排进去之后，它就可以当做我们的冰箱分隔，你也不一定要买收纳用品。那另外要留意的事情呢，是我们尽量挑选这种材质比较硬挺的纸袋，它就可以自己立体的立着在里面。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纸袋这个把手剪掉，那它就是变成一个完整的收纳盒的样子了。这样子。把把手剪掉，加上它本身材质非常硬挺，它就可以独立的站在我们的冰箱这个抽屉里面，然后就可以当做隔板来使用。我现在的配置是像这个样子的。好，首先第一层呢是我们最常拿进拿出的东西，最常拿进拿出的东西，对，所以就可以把比较小的啦，然后就放在这个罐子里面。哦，刚刚的那个分类的部分。对，然后你看这个饮料罐就可以刚刚好放在这里面。是。对，那因为葡萄比较怕压，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会比较安全。比较怕压的部分，刚好可以利用冰箱的结构，它比较硬，然后刚好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拿取的人其实跟食物保存也是比较好的。对，好，然后呢，第二层可能会放一些隔夜菜。冰箱呢，其实最好的话是放8分满，我们必须要留一点点的空间给那些你隔夜的菜啊，或者是你煮然后还吃不完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留空的区域。是，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退冰，先从冷冻库拿下来的东西，你必须要还有个转场区，对，才不会每次就是没有位置，那只好就乱塞。好。再来这一层呢，可能就会放需要保存的食材。是，对。那我们刚刚已经把一些本来比较零散的食材都装到同样款式的盒子里面了。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放这些收纳盒或者是保鲜盒来放我们的干货食材。干货食材，其实这样子摆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整齐，而且如果你一看，如果你想要拿任何的东西的话，其实你就直接把它拿起来就好了。那最后下面呢放的就是那种真的很备用的东西，比如说像粉末，或者是我们的酱料，对，就可以集中在这里。那因为我们的外观都有贴上标签了，所以你也不用怕东西找不到，因为都已经分类好了。是，然后最下方的话就是我们的蔬果食材区，对，蔬果食材区。那会建议说，从菜市场买回来之后呢，我们把塑胶袋拆掉，然后放到比较硬挺的这种纸盒，而不是塑胶袋内，看起来会比较整洁。那我的配置是这样子的，就是饮料比较高的就可以放这个最多空间的地方，是高度也比较适合，对，高度也比较适合。那接下来稍微矮一点点的饮料就可以放在这里，是，对。那这里呢，我规划的叫做早餐区，早餐区，对，有奶油啊、果酱啊、花生酱之类的，是，对，就是你吃早餐会配到的东西都在这里了。那布雷老师那边有一个小盒子，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小盒子也是 Play by Play 购入的，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冰箱难免会有一种非常细小、非常琐碎的小酱料包，像这种东西，对，丢了可惜，可是放着放着又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对，这个小盒子绝对可以帮助你。它刚好挂在门片，对，它后面有个挂钩，可以放在你的门这边。是。那除了这种小酱料包之外，家里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强力胶，是，对，或者是小朋友那种塞剂，是需要放在冰箱内的，可是它又非常的细小，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当做他们的家，就会非常的好找。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了要让冰箱整齐，我们尽量去包装。是。对，那像原本起司呢，它是放在这种散散的包装里面，你可能拿了一半，另外一半还在这里，它就皱巴巴的。对。那其实如果不介意，或是你常吃完的话，其实你把它拿出来，是可以比较看得出来说你还剩多少库存的。对。对，然后这样子摆，其实也是非常好拿去。对，冷冻区域，刚刚我们把所有的肉品全部都整理起来，看起来非常的整洁。对，是不是很惊人？对，我们把这个不同的篮子就是专门放不同的食材。那如果你有很多重复的话，其实也可以像这样子，是一样是非常好管理你的库存的。是，对。那像这里就是放的都是火锅料，火锅料。对，那这边呢就是一些你看原本放在保鲜袋里面的肉品，它这样皱巴巴的不好看，其实把它装起来，就是让它规格统一，直接一拿它也可以蛮明显的知道要找到哪些东西上。对，门面的部分，因为它有非常多细碎的小食材嘛，然后都是一袋一袋的，这样其实不好找也不好拿。是，对，所以我们把它一样分门别类的放在盒子里面。那待会呢，我们也是在上面贴上标签，对，它就是很好找了，而且这个放在这里非常的刚好。